如果你爱他，就送他到纽约，那里是天堂；如果你恨他，就送他到纽约，那里是地狱。这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台词，但是如今乌克兰女孩在国外真人版似乎也开始在现实中上演。乌克兰这个曾经能造航母、囤核弹、坐拥黑土地的欧洲强国，在很多媒体渲染下成了盛产美女老司机的天堂，这些年却往衰败的路上蒙眼狂奔。大批乌克兰年轻人纷纷逃离，特别是对外输出的大批模特，肤白貌美、大长腿、正直妙龄，时薪高达3000，3个月赚一套房。这些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，字里行间都在体现着光鲜亮丽。去年4月，迪拜40裸模的新闻更是把这一行业给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在迪拜高档码头区的阳台上，10几名模特一丝不挂地摆着 pose， 肆意展示自己的躯体，而房间内更是春光乍泄。这其中就有11名模特来自乌克兰。到了5月份，又有几名乌克兰模特效仿迪拜小分队跑到土耳其拍裸照，向世界宣示春天的到来。究竟是什么让这一光鲜亮丽，甚至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职业堕落至此？这些洋模特生存现状究竟是怎样？3个月赚一套房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本期影片，猫爷就带着大家一起掀开乌克兰的底裤，露出洋模特背后的残酷现实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提到洋模特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想到的，除了身材，大概就是他们的吸金能力了。江湖盛传，曾经一个20岁的立陶宛姑娘跑到中国当模特，回国之后直接买了一套房子，提前实现了当富婆的梦想。事实上，吸引洋模特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，主要就是高额回报。根据2018年阿里1688的一份调查报告，在华洋模特人数大约有1万人，而且大部分是年轻貌美的姑娘，平均年龄才18岁。她们大多来自俄罗斯、乌克兰等东欧国家，主要做的是电商模特的活儿。每年盛夏，赶着我们国内电商爆发的下半年，这些洋模特都会像候鸟一样赶到中国淘金。等到3个月签证一过，再返回自己的家乡。杭州就是洋模特最集中的城市之一，而且这些洋模特的时薪一般在1000到3000左右，甚至有些人日入上万不是梦。要知道2019年乌克兰的人均月收入才10504格里夫纳，折合人民币2500元左右，干一天模特就可能顶得上乌克兰干几个月活，哪个姑娘听了不心动？即便是除去经纪公司的抽成，他们仍然能拿到比在国内要高的收入。当然，模特这个行业也不全是光鲜亮丽。首先，直接跑到中国当电商模特的姑娘大多年龄尚小，抛开语言不通、人生地不熟的问题不谈，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其实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。根据中国新闻网的一份报道，一个16岁的乌克兰姑娘马琳娜到中国之后，被安排和另一个东欧姑娘挤在杭州滨江宝龙城附近某间10几平米的房间里，每个人睡张行军床。而为了让他们保持身材，经纪公司给他们吃的往往只有蔬菜、沙拉一类的东西。相比起食宿方面的条件，时常接不到订单才是真的伤人。由于缺乏经验，马琳娜来到中国2个月，也只接过1次走秀和6次拍摄订单。而且据她透露，走秀的价格在1800至2500元之间，拍片则每小时700元，2月加起来还赚不到7000块，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。这些其实是相当一部分洋模特的生活缩影。同样是中国新闻网里的一个报道，1/3的模特每天都有订单，1/3干1天休1天，剩下的很少有订单。再加上某些不当人的经纪公司大幅抽成，有时候辛苦了2月，赚到的还抵不上来回的机票钱。所以出现女模特偷衣服一类的新闻，其实不用觉得诧异，毕竟电商模特的门槛太低了，基本上只要你年轻貌美都有可能被选中，所以这一行的竞争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。随着跑到中国的洋模特越来越多，
20-30人参加试镜，最后却只留下1-2个人都是常态。在一个关于中国电商外模的视频里面，一个来自波兰的姑娘刚到中国那会儿，参加了20多场试镜，也没拿到一次工作机会。即便拿到了工作，他们也基本是连轴转，需要在8小时内不停脱换衣服摆 pose。有时候即便是在40度的高温下，他们也得穿着闷热的羽绒服工作。再加上模特是个吃青春饭的行业，候鸟们的职业保鲜期其实都很短，一旦过了22岁，少了那份少女感，公司都会考虑要不要继续合作。这个其实就跟35岁中年危机一样残酷。除了模特，乌克兰的风俗行业同样名扬海外。如果有一天晚上，你走在乌克兰的街头上，看见几名年轻女性似乎在路边等待着什么，或者和走在路边的男性拉拉扯扯，嘴里囔囔着1小时格里夫纳之类的字眼，他们很可能就是应招女郎。根据几年前国外的调查，在乌克兰大约有5到8万人涉足这一行业，光首都基辅就超过1万个女性从业者，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烈焰人群跑到这个欧洲红灯区。2012年欧洲杯期间，甚至有大量的红灯区一线工作人员开始恶补足球知识和参赛16国的历史风俗，卯足劲要当球迷的球迷，借机狠赚一笔，可以说是卷得飞起。除了夜场接客、街头拉人的职业选手，里面还有很多从事阶段性工作的女性，她们有的是家庭主妇，有的是在校大学生，有的白天也有一份收银员之类的正经工作，但迫于生计或者受到胁迫，她们只能选择出卖自己的肉体。根据某网站的统计，这些女性从业者的服务价格一般在120到250美元左右，也就是700多到1600人民币之间。而相比之下，一个收银员月薪可能才1500元左右，真假我们尚且不论。但看到这里，其实也就不难理解前面的裸模事件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性早就褪去了那层神秘的面纱，变得赤裸、现实，甚至是一种谋生的工具。根据一份统计显示，乌克兰的 HIV 流行率可一点也不低，光2019年一年报告的感染人数就超过13000例。说是乌烟瘴气一点也不为过，但回望30年前，那时候的乌克兰可不是这个样子。曾经的乌克兰不仅拥有洲际导弹生产厂，还有苏联时期的第5大造船厂、唯一航母总装厂、黑海造船厂。作为苏联重要的农业和工业基地，乌克兰在苏联解体之后更是继承了大量家当，其中装甲车约7000辆，主战坦克约6000辆，飞机上千架，核弹头近1000枚，洲际导弹数百枚，而且它还占据着全欧洲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土地，矿产无数，还坐拥世界3大黑土地之一，有欧洲粮仓的美称。不夸张地说，游戏开局乌克兰就已经是6神装了，但这些年来愣是打出0:30的负战绩。19世纪40年代，乌克兰诗人谢夫琴科写下了遗嘱的诗词：把我埋葬以后，大家要一致奋起，把奴役的锁链粉碎的精光，并用敌人的污血来浇灌自由的花朵。但如今的乌克兰似乎已经迎来自由的花朵的同时，却给自己套上了新的枷锁。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孕育出的光鲜亮丽、远走异国他乡谋生的模特，看不到的却是那个破碎的家园里无数压抑的年轻人。局势动荡，经济不断下滑，就业市场萎缩，乌克兰年轻人的未来充满了迷茫和不确定性。即便勤勤恳恳读到大学毕业，也很难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。恐慌、出逃渐渐变成了常态。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他们有的不得不像候鸟一样跑到国外淘金，拿年轻的躯体去换取更多的机会；有的把自己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，摆在红灯区的街道上，甚至被以工作之名诱拐到国外，从此深陷泥潭，再也爬不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的皮囊老去，曾经发生的一切似乎再也和他们无关。他们的故事里承载的是乌克兰几十年的酸楚，纷纷扰扰，千百年以后，一切又从头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